两面人、香蕉人、排挤冷间谍人，一个汉奸啊，台湾送给美国外交官的情妇，假民主人士啊。我是万没想到我会某一天变成网络暴力的一个对象。我是因为2020年年初开始翻译芳芳的武汉日记，他的日记是2020年的1月25号开始撰写的，我是大概1个月之后就开始翻译英文版。一开始其实芳芳就开始会有一些网络暴力，英文版即将出版的消息登录在网上之后呢，几百几千个人就开始给我写恐吓信，还有我的一个老同学庄祖仪，他也是就在那个期间里，他也变成了一个受到网络暴力的一个对象。我受到网暴是从2020年7月27号开始的，主要因为我的先生 Jim Mullinax 林杰伟是美国驻派在成都美领馆的总领事。去年7月的时候呢，因为美国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的领馆，所以中国就报复性的宣布要关闭美国在成都的领馆。他们是去挖出了我7月1号的时候写我2月3号得知我必须要离开成都那个时候的心情。我们在美国没有家，10几年来都是外派，在那几年成都就是我们的家。那篇文章里面整篇就是在讲我们怎么样舍不得成都，所以在微博上面跟我的这些多年的读者交代一声，说我们非常非常的想念成都，想念中国，但是我们现在回不去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脑筋不正常，写了一句说，不知道2战期间躲避纳粹的犹太人在离开家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子的心情。就是那一句话引起了广大百万千万网民的愤怒。那你能够想到难听的话，他们都说出来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到了一个非常愤世嫉俗的一个地步。透过这整个事件，让我觉得看到了人性的恶，就是这么赤裸裸的人性的恶，就这样子全部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知道这个人性有多黑暗，但是这个黑暗到他们那个程度，还真是有点超乎我的这个预期。2017年，我写了一篇长文章来分析郭文贵现象，指出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爆料革命其实就是一个闹剧，完全都是各种假话。在那之后，这个网络的暴力就更变本加厉了。我甚至收到一个推特用户的这个死亡威胁，包括对家人的各种羞辱啊等等。我就是尽量不让他们看到这些东西。直到去年12月份，就是来我家门口的那些，就在这个位置。然后呢，这是。他们就是对峙，有人多的时候这边一排，然后我这支持者一排，然后跟他们就面对面的对峙。Not my involvement. What I'm saying is you're allowed to be here if you want to protest them. 2019年4月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 I'm from Hong Kong, not China。那个文章是在校刊出来的，那当时受到很多来自中国的一些学生的攻击。2019年8月的时候，2个礼拜前吧，就公布我们会办一个游行。我是负责 Boston 的，他们就是要组队过来 counter protest。当时他们群组里面也有很多的人讲到要带枪啊，我就记得有一个信息是讲说，射人要先射脸，然后要朝着他来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中美关系到了一个史上的新低点，只要有任何一点的冲突，我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角力下在中国网民眼中的一个符号性人物。他只要抓紧了一个我是台湾人，我是美国人，我是美国总领事的太太，我是一个间谍等等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随便放入任何他的想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意识到你自己就是一个棋子。他认识我吗？我觉得绝对不认识。他认识是一个关于所谓的美帝主义的一个构想，对政治上的某一些话题来发泄。那在中国有那么多议题是不能说的，冲我而来，他们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后果，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东西。
一些不了解我的人，可能就看到了这个别人说我是中共特务，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印象，这滕彪是特务。你们是集权的帮凶。过去的一些这个同道啊、同事啊，他们完全了解我做的事情，为了这个中国的人权啊、民主啊，也是做出很多牺牲，付出很多代价。他们却反过来，污蔑我是特务，这一点是让人比较伤心的事情。除非你自己站在那个位置，你根本无法了解网络暴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算我是那个时候一直反来反去无法入睡，一直在非常担心放的状态，但是等到这个东西落到自己的头上，我才意识到我那个时候实在太天真了。我身边的美国家人朋友，甚至我自己的先生，他没有办法了解事情的严重性，我觉得那个对我的伤害其实很大。他们想要安慰你，然后就会跟你说这没什么啦，这一下就过去了，2个星期就过去了，岁月静好呀，外面花开得很美啊，什么什么，去看人生美好的事物，干嘛去看这个？那个一点安慰作用都没有。那个痛苦是必须要存在的，有这个必须要去承受它才能够度过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必要性。所以承受过痛苦的人，遭遇过暴力的人，才能够知道认清事情的严重性本身就是一个支持跟帮助。从一开始到现在，不断的有网上面的陌生人的支持，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他们在评论里面给我留言打气，然后也有人给我很多私信，常常真的总是在我非常低潮的时候看到这样子的打气，就会可以振作起来。一开始有当地的媒体，再后来有这个华盛顿邮报报道，几乎每天都有人过来支持跟这些抗议者进行对峙，包括这个市长考虑是否要制定一个法令来避免这种事情。这些支持让我和家人都感到很温暖，也会减少他们的恐惧。4月中旬，我突然间在微博收到了2000多封信吧，都是支持者的信，有的非常短，就说支持你啊，有的是写了好几页的内容，非常长的内容，但基本上都是在说那些人不代表我们中国，我们其实好多人更合理、更爱民主，但是现在我们无法说话。在中国，有时候你会有一些误解，会觉得只有一种声音存在的，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众声喧哗，但是其中的一些部分的声音是听不到的、看不到的，但他们还在。这2-3年身份的不一样，我开始慢慢的学习，然后去习惯这个身份。这么多香港示威者或者是流亡的人士，为什么面对这么大的威胁，我们还要这样做？可能你会面临很多的生命威胁啊，或者是很多的挑战，但是其实这个是我们决定离开的时候已经给自己的一个任务，我们只好用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影响力去继续去发声。我花时间去批评他，写长文章去分析这个现象，是出于一种公共讨论的目的。所以我觉得我参与这个讨论，虽然就付出了很多代价，包括要被迫去应付官司啊，应付这些骚扰，但是我是出于一个公共的目的，完全不后悔当初的这个选择。是有一段时间发信息不是那么频繁，可能有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不怎么使用了。到现在就一般我发的跟政治我毫无关系，我也不是一个政治运动者，但是就算是跟政治毫无关的评论的人，还是会把它反政治化了。但我觉得如果我放弃使用了，那他们赢了，他们已经把洋鬼子赶出去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维持自己的一个立场，还是为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而奋斗。有一段时间还把我的留言板也关掉了。我也记得在芳芳的武汉日记里头，他也提到他遭到网暴之后呢，曾经想过把那些非常荒谬的那些留言都留下来，像一个博物馆，就是要记录一个非常荒谬的时代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后来我有认同感，我觉得把那个留言板关掉，当然可能心情会好一点，但我觉得必须有人去记载、去记忆，就是曾经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后来又把它打开了，至少给后人做一个记录吧。
我现在沟通的欲望真的是比以前少很多。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跟那些不愿意听、不愿意动脑子，随便风吹两边倒的人，打着爱国的旗帜到处去攻击别人的人沟通，反而让我就是更懂得要珍惜更值得珍惜的人。从全面的愤世嫉俗走到现在愿意去珍惜身边的人，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我决定要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要面对公众的批评或者是攻击，其实是这身份附带的一个需要面对的东西。我也会告诉自己，这些人其实躲在键盘和荧幕后面，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们很多时候会很容易把我们想象的那个形象会投射在某一些人身上。如果我们 take it personal， 或者是因为这些言论去变得很情绪化，或者是真的很认真的看待的话呢，其实我们才是输的那一个嘛。更多的是学会如何跟这种病魔共存吧，因为它已经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打开社交媒体就会看到这些，它也许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了，但是同时我觉得从精神上或者心理上只需要保持一种距离，提醒自己这些人根本不认识我。当年骂我的人，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真心的恨我，但是我相信非常大程度上他们就是在发泄，他们就是在玩。你看他们使用的语言，其实它充满了一种非常调侃、非常 playful， 所以那个也使得我去理解，你没有必要把它看得那么认真。我变成在中美角力下的一个符号，信与不信的，被中国的网民把我的重要性无限扩大。只要中美发生任何事情，就会有人来骂我，所以这是永远不会停的。我现在就真的学会了，可以不去看了，也不太在意了吧。前不久，我姐姐她在我的 Facebook 网页上写一段话，因为我拍了一张照，后面那个雨过天晴的彩虹，她就说：“你就是像是台风扫过，刚好台风就扫在你身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雨过天晴以后，你可以欣赏到美丽的彩虹，但那些破铜烂铁，那些来打你的破铜烂铁，他们只能够等着下一个风暴再去打别人。